持续的干货分享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斜向前，后高前低，剪一个 A 线，也就是0度。我们看我们要的虚实，如果1层不够呢，我们选择剪2层，这样呢外线就会比较的实。也可以根据发量的粗硬，长度呢我们尽可能保留，因为我想纵向变长，横向收窄，所以呢模特原先的长度没有去减多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选择1点放色，注意看好，我分到了黄金点。那看好，我们是90度提拉，低切口1指位，高角度低切口去剪的，这样呢以不破坏外线，把线条转变成轻的堆积，这样堆积落下来呢就会高角度，重心就不会很低，同时又不会破坏外线。1点放色，这样进行修剪，这样达到的一个效果呢，就是饱满度依然可以不丢失，底部呢外线不会破坏，同时又会翘起来，而且更加服帖。这就是我们由 A 三角转变到 B 三角的一个作用。我们的主分区呢是一个菱形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是后高前低，前面是前高后低，底下呢都是1点放色进行修剪。我们的外线呢注意一下，我们尽可能保留外线的质感，所以呢我们偏移的注意切口。这样整个静态区和量感区就剪完结束。注意看好，一定是高角度低切口，如果用低角度低切口呢，重心会比较下沉，不满足风格，所以我分到黄金点，利用高角度低切口去剪的时候呢，重心容易上浮，不容易下沉，以此类推进行修剪。我们可以得到3个东西，第一个呢就是饱满度，第二个呢就是三角形的外线以及质感。我们可以得到3个东西，第一个呢就是饱满度，重心控制的位置在整骨点左右，不要太低，同时又可以得到完整的质感 A 线的外线，同时又可以让发尾比较服帖，比较容易收，这就是我们所结构安排的目的。那看主分区刘海前侧，那这个是左右，那我们技术呢剪反曲线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也就是得到最大的区量，同时保留最长的外线。那这是左右，我们左右的形状呢脸型偏长，所以呢我是剪圆形的，注意移位是1带2，在转角线之外呢往里面靠，这样是为了保留转角线以外的长度。我们看一下，技术依然是反曲线。那这样的一个菱形交叉呢，进行向前向后进行打磨，这样呢形成一个前后区的过渡。另外一侧注意再看一下，技术依然是反曲线，次分区呢是斜向前，多点放色，然后在转角线以下呢，我们就开始往里面去靠，注意看好，这样就可以保留转角线底下的长度。转角线之内呢，横向是圆的，交叉打磨一下。主分区呢是后高前低，前面是前高后低，一个菱形，这样形成流向交叉融合更棒。注意看好顶区，我们选择不连接，剪一个反曲线，这是头骨的正后斜方，以黄金点为基准。这样剪完之后呢，左右往中间靠，因为分的是菱形，就可以扩宽两边，剪出一个菱形的廓形。那上下呢，这样剪的是反曲线，这样落位下来呢，它就可以更好的去丰富我们动感区的动感度，同时又绕过了转角线。这样剪完之后呢，就可以体现到风格上面、视觉上面更加摩登，以及没有质感，会非常强的动感，全部带到中心线，也就是第一片上面。头发自然落位以后，它会得到我们非常强的动感。看一下最后的成品，希望你有所收获。